知道在我们工厂里面不是会讲生产线吗？到现在为什么你在工厂里面你会每天锁螺丝，每天就只锁螺丝，就是因为福特害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是跟着爱迪生在工作的。在爱迪生挂掉的时候的最后一口气，福特这个人拿，所以爱迪生最后的一口气在福特手里。但是你知道，在他想象的工业世界里面，还不止这样子。你有没有听过叫核子动力车？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人真少年》。今天要讲一个因为对劳工非常好，所以创造出整个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男子，堪称是一个工业传奇——亨利·福特。很多看我们频道的朋友，应该都有看过 Ranger 这台车子，都有看过福特这个品牌。福特呢，它现在在整个台湾的汽车市场呢，你可能觉得它不是这么起眼，但它其实是一个极度屌炸天的一个人物，甚至呢，它其实在某方面来说是我的一位偶像。1863年啊，亨利·福特这个人呢，他出生在美国密西根州的一个小农场。他从小呢就很喜欢拆卸各种机械，拆时钟啊，开机器啊。所以在他12岁的时候呢，蒸汽机他已经发展到农业耕作的设备上面了。因为他从小在农业社会长大嘛，他看到这些蒸汽机的农业工具呢，他就想说，那我一定有一天想要制造出可以在路上奔驰的一件工具。他会这么幻想的原因呢，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已经有蒸汽火车了，但是火车呢它非常的笨重，用烧锅炉的方式驱动水蒸气，然后将之慢慢的方式又非常的重。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呢，隔一年，在他13岁的时候，德国工程师奥图先生。他就发明出了一个4冲程循环的内燃机，而才有现在的引擎。你看他在12岁的时候一直在幻想说，我希望能够做出一台能够在路上奔驰的一台机器。又刚好隔年发现了这个引擎之后，1885年，奔驰这个男人做出了一台车子，也就是现在的 Benz。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们德国宾士博物馆的开箱，你应该就知道1885年第一台汽车问世。所以呢，他还是没有成为做出第一台汽车的人，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他太年轻嘛。但是回过头来有趣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它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吗？因为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你知道发明灯泡的那个人吧？爱迪生。你知道福特这个人，他跟爱迪生是有关系的。他在16岁的时候呢，他跑到底特律去学机械。但其实那个时候，爱迪生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工程师跟工程家，也是一个公司老板，也是 AC 跟 DC 正在奋斗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是跟着爱迪生在工作的，跟他学习各种工程啊、机械啊知识的背景，跟他变成甚至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好伙伴。你知道他好到什么程度吗？在爱迪生挂掉的时候的最后一口气，福特这个人拿着试管，把它装在试管里面。收集起来，所以爱迪生最后的一口气在福特手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他感情很好，他说他想要用这个来作为纪念，很奇特哦。说不定会用这一口气还魂啊！以后有没有可能科技进步到他可以利用这一口气还魂出爱迪生？你知道为什么在阶级里面什么都有可能吗？因为从以前你想到不可能的事情，福特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干过了。到了1896年，30多岁了，开始创业了。他的确没有忘记小时候的梦想，就真的干出了一个汽车公司。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美国已经有非常多的汽车公司。在那个时候的汽车其实是一个极度奢侈品，它并不会像是我们现在定义成为工具的概念。所以在美国众多的汽车品牌下，他一定要想出一个方法突围嘛，那我就比别人便宜。但是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他当时觉得我要做便宜，不过他的品质又不好啊，便宜又不够便宜，所以就变得不上不下，2年内倒闭。所以现在你刚好倒闭了吗？没关系，福特以前也是这样的。倒闭了之后怎么办？人生嘛，东山再起，另起炉灶。所以之后他又找了股东，集资融资，找大家一起来，要不要一起搞汽车产业？又干了几年之后呢，同样的事情不止台湾会发生，在当年美国福特也发生了，就是当有人合伙的时候，理念不合嘛。股东就不爽嘛，然后到最后大家就把他逼下去，所以福特又再次倒闭了，又再次没了2起。那你知道他被股东逼下来的这间公司最后叫什么吗？凯迪拉克。那个凯迪拉克。凯迪拉克。年轻人总就经历过几次失败嘛，于是到了40岁了，30而立，40而不惑。40岁的福特呢，他用自己的名字取了一个叫福特汽车，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福特。你没有发现吗？很多车子的品牌都用自己老板的名字去取名的，丰田、Toyota。丰田、本田、Honda、本田、福特、亨利、福特、保时捷、费迪南保时捷、Porsche， 但是里面只有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有 sense 又热爱女性主义的人，那你就可以买什么？买宾士。唯独宾士的这个汽车品牌 Mercedes-Benz 的 Mercedes 是唯独是所有品牌里面女性的名字，其他全部都是男生。工业小知识。回到40岁的福特。
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有一个理念，我一定要做出一个人人都买得起、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汽车。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耳熟？不止一个人讲过这句话，福斯啊、大众汽车啊、特斯拉啊，我要让大家普及，我要让大家所用。45岁的福特了了，他做出了 T 型车，有个小。有个奶超，而且你知道那台车的取名叫什么 ？Model T。你是不是开始会觉得，为什么好像我开始听到一些现代工业汽车里面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名词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它卖到多夸张，在美国10台车里面有9台就是福特他的车。然后1913年，50岁的福特，他干出了一件事，他想出了一个工业的构想的制程，改变了全世界、全地球的工业。到现在，为什么你在工厂里面，你会每天锁螺丝，每天就只锁螺丝，就是因为福特害的。你知道在我们工厂里面不是会讲生产线吗？一个人他就可能负责做钣金，好，一个人就负责做烤漆，一个人就负责组装，一个人就负责装引擎。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做汽车的时候呢，并没有像生产线这样子的分流。他的做法就是一个师傅从学徒开始学到他最后能够做完整台车子，组装完整台车子。所以就是里面就会有谁做的车子特别厉害，谁弄的车子然后特别有名。所以你就想以前要从一个小学徒，他一路变成是会锁螺丝。一路变到会组装车子，会装引擎，然后会把整个车子里面的什么椅垫啊，然后方向盘啊，全部组装起来。你的训练时间要非常久嘛，所以福特这个人他在50岁的时候就想出了一个东西，叫做生产线。你在中国大陆会讲流水线，流水线第几号质检员，那就是分流。他就是呢，把每一个人，你就负责只做这件事情，你做这个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最屌，分工合作。也因为呢，他想出这个独特的造车方式，跟想出这样不一样的生产方式，它的效率增加多少？8倍。以前做一台车要12个小时8分钟，他修改完这个生产线之后呢，一台车只需要1个小时33分钟。懂制程，我的工作就在做这个，帮人家改生产线，帮人家弄什么，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个非常极度突破的想法。1914年的时候，你知道在文献记载他能够生产出多少车吗？308162台汽车，它比当时整个国家299家全部的汽车工厂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台工厂还多。现在特斯拉 Elon Musk 的创办人，他不是在常常讲他一个生产概念嘛？我有一个想法之后，然后把这产线做起来，然后把它简化再简化。所以在当时福特你知道他怎么简化吗？他的车子不出其他颜色，我就只出黑色，因为我为了要把它简化到怎么样生产更快，怎么样降低更低的成本，让我们的生产的品质能够达到更稳定。你知道它经过这样的简化之后啊，它的一台车当时的价钱大概是850块美金，因为它修改了这个生产线，你知道它做出来一台车，把它降到300块美金，当时一天的工资大概是2块。但是你不要看这个金额价钱，你就算说从850块美金变成300块美金，你看它这个比例缩到多少，多可怕，多有竞争力啊！也是因为他干了这件事情之后，所以一般的家庭也都可以买到车子啦。所以你看特斯拉在干的事情，其实很久之前他就干过了。关于特斯拉的影片，有机会我们再做一集。特斯拉这个专题，其实我已经研究非常久，然后很久之后想要拍。但是如果你喜欢听这一类的工业影片的话，你就可以按下面按喜欢，让我大概知道原来你们喜欢这类的影片，那我就可以拍更多的工业故事。那你知道这个生产线跟流水线的方式改变了多少人跟多少的汽车产业吗？当时福特姐，我真的实在超帅！来，全世界你们这些车来看看吗？老子我是怎么样教你们做工厂。然后之后呢，就全世界的许多大厂，不管美国人、德国人，然后全部进去，哇 ，impossible！ 我靠 ，perfect！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すごいね。你知道这个人谁吗？丰田 ，Toyota。各位朋友有了解日本的工业环境的话，日本工业的丰田式管理是大家极度于崇高境界的一种崇拜跟向往。而整个影响丰田，甚至是说在当时启发了丰田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呢，其实就是福特。丰田式的有丰田式的管理，福特有他当时创新的管理方法这两个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找机会我再另外跟大家说。所以 Toyota 它算是照抄它的去改良。没有，你知道日本人最厉害的是什么吗？他看到别人的东西，他会把它修改到一个极致的状态，然后最后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因为当时的 Toyota 他其实也有觉得福特有一些管理方式、仓储方式，其实做的并没有这么好这个又进到工业管理的部分，我们改天再讲。所以你知道很多不同的品牌他们相对之间虽然有竞争关系，但是他一提到他的时候就肃然起敬，就很像 Apple 以前那个贾伯斯，然后一讲到 Sony 的时候，哇，肃然起敬。很多生产的工厂或者是日本的工厂，讲到 Toyota 肃然起敬，Toyota讲到福特的时候肃然起敬。那你知道福特讲到谁肃然起敬吗？爱迪生肃然起敬。
那你们知道它为什么在1914年的时候，它的产量能够超越299间汽车工厂吗？它有一个最高的关键原因，而这个关键原因呢，也就造就了现在的整个中产阶级，那就是加薪。这真的太重要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它当时的产量能够产到30几万台，那就是什么原因？钱。福特呢，它当时做一个最大的制度改变，也就是增加大家的日薪。当时的日薪大概是2.34美金，然后呢，它全部调到5美金，每个人薪水直接增加1倍。而且他干出的第二件最屌的事情是缩短工时，每天工作8小时。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我们公司不加班的，我们就是8小时。福特来的，他成为史上第一个一周只要上班5天，1个礼拜你只要上满40个小时，你就可以放假休息了。那我们要不要上班4小时就好？我们折半，我们效率更高，或者是一周上班3天就好。然后呢？然后公司就会赚更多。没有，是我们公司会倒，也不一定哦。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公司的发展都是在每一个时代它所产生的一个共振效应。说不定如果你们能够踩在这个 AI 时代上，把这一支频道的影片跟收入增加到2倍，在大家还不太会用 AI 的时候，我们先好好用 AI。那你们一天上班4个小时，薪水变2倍，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不可能了。对，我要把它剪掉，等下被别人先发现。所以你看，这个男人极度前卫，他就是因为干了这件事情，所以迫使所有的车厂每个人都必须要加薪。那你如果不加薪，我就请不到好的工人、好的员工。他也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缩短工时，薪水变2倍。他的公司利润直接变2倍，公司利润从3000万变到6000万。我讲的是利润哦，不是营业额哦，是利润哦。但是听到这边的观众，你一定想说，钱就增加了嘛，增加了之后公司就赚钱。其实这是有一个工业的生产秘密在里面的，因为在当时汽车是极度大家主流想要追求的东西，所以当大家的工人的薪资增加了之后，他们那些工人就想要买车。想要买车，买谁的车？就买福特自己的车。帮我制造的同事，他同时变成我的消费者。当员工有车子了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就能够开车搬到更远的地方、更便宜的地方去买更大的房子，就有人有房，那就有城镇了，就整个城市就从此兴建起来了，中产阶级就出现了。所以各位看我们频道以前拍过 Ranger 的车子，它其实不只是一台货车，它是一个整个文化洪流的全新的开端。它是一个时代的革命者，它是一个在19年代整个思想的衍生。你以后开着 Ranger， 它就不只是一台货车了。所以你看，产业链多重要。政府单位应该好好看我这一集，看看人家的工业历史以前怎么干出来的。不过因为现在大家的欲望变多了，当时就是车子就是一个极度主流，大家极度想追求的东西。时代不一样，老话一句，成功不可复制，但是失败可参考。另外这一集最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本集工业故事赞助厂商德商汉高，没有错，就是那个 F1 车队跟很多专业技术团队都会使用的 Loctite 德商汉高，也是 Dr. 超最喜欢用的 Loctite。首先有没有看到这个胶？它不会滴下来，它是一个膏状的样子呈现，像一个小牙膏一样，只要轻轻的，像是一个主实力控的方式一样挤上这个454，轻轻的把它抹在旁边，中间我们可以稍微给它补强一点，好，两边补强一点。这个时候关键的东西来了，你把它压紧了之后，请拿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好，夹紧，夹好它，打开你可爱的计时器，轻轻的给它按个10分钟，计时开始，放在旁边等待。相信材料，相信科学，相信Dr.超。你有任何接着上面的或工业上的疑难杂症，你都可以上 Loctite Fan Club 工业用接着剂交流社团去上面寻找你的答案，或者是任何生产上面的问题，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粘过去到客户那边2-3年后它会不会分解掉的问题，都可以拿来问乐泰。乐泰呢，他们会有原厂的技术团队在线上 online 去帮你一起解决、一起讨论、一起帮你完成各种疑难杂症。所以这个时候过年到了，如果你需要修鞋子，你要修木头，或者是你要修家具、修钢弹，你又不想要它白白雾雾的，你又不想要含有 HQ， 又是实验室认证的乐泰瞬间胶的话，那你就可以上经销商网站去购买。在网络上面呢，有非常多仿冒的瞬间胶，它并没有经过很好的保存运送到你家，所以请找专业的原厂的经销商，就算是1罐，只要是我们的观众，他能够有专人会为你服务哦，1罐都可以卖。过年修缮，当个爱家的好男人。再次感谢本集赞助商乐泰。回到福特，现在我来跟大家讲讲他失败的地方。亨利·福特这个人很奇怪，就是这也是在历史中他具有很多争议的地方。当时会发行很多的杂志啊、报纸啊，他常常在自己发行的报纸跟杂志当中呢，去刊登就是侮辱犹太人的一些文字。但是呢，他的公司里面就还有很多犹太人的员工，
大家回想当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白人崇尚，所以非常非常的少人愿意去聘女性员工、非裔的美国人或者是犹太人。当时的种族歧视其实非常严重，对于性别的歧视、种族的歧视、种种的歧视。但福特这个人，他其实是极度少数愿意聘雇这样子的人的公司。不过你想，薪水这么高，他一定可以好好的筛选员工。但是他同时有聘雇这些人，但是呢，同时又报纸骂他们。也因为当时这个作为呢，有一个军阀分子德国小胡子就看到了这个人，因为当时那个德国小胡子非常崇尚工业发展嘛，他就觉得哇，这个人实在太酷了。所以当时这个德国小胡子呢，他其实是极度崇拜福特这个人的，也把福特的整个生产系统导入整个德国福斯的工厂里面。而且这个德国小胡子还颁发了勋章给福特哦，甚至在历史的史书记载里面，这个小胡子他的办公室里面还放着亨利·福特的照片，像是Michael Jordan的海报一样，就挂在办公室后面。回想到历史去看来这件事哦，我自己倒会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当时这是一个政治手段，他骂犹太人，可能想要做更大的生意，所以你就常常想要表现出一种，我其实支持你，其实我讨厌谁，我其实讨厌谁，他站着他的立场。当他把一些生产跟生意模式呢，跟德国小胡子这个人就是有了交集，赚到了钱之后，其实他的晚年就写出了非常多的文章，说他非常后悔以前干过这些事，以前对于反犹太的言论啊，然后甚至在他的晚年啊，多次的一直在说，认为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最不对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在他想象的工业世界里面，还不止这样子。你有没有听过叫核子动力车？你知道福特其实他同时也是核能汽车教父。记得我小时候不知道几岁的时候，就有新闻在说什么我们可以把核能放到汽车里面，然后就很多出来专家学者开始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可能，然后讲的，就有一些什么政论节目啊，然后出来，然后再花长篇大论这边讨论。但你知道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精神的人呢是谁？还是福特。但是当时亨利·福特已经走了，而之后这个福特汽车这个团队呢，就各种开外挂，就各种研发。在1958年，他们就真的开始打造出核子概念车，把一个小型的核能反应炉塞到车子里面。而这个计划呢，大概做到3%就中断了。你知道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核废料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在当时那个年代 ，What is this？ 然后这个核子能量棒的危险性实在是有太多无法预期的东西了。然后当时的演算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样的快速，所以在当时他们发现这东西可能会造成环境的影响，或者这东西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时候，他们就暂停。你看以前的人还是有底线，现在就是我不管了，我就是他妈能赚钱，我管环境怎么样，我就是给他赚下去。在当时整个福特的团队强大到多夸张的程度呢？你知道1960年福特还真的差点收购了法拉利哦。一家贝其实当时已经接近几乎要收下来了，但是法拉利因为他们当时热衷于赛车，他们觉得干我们赛车这么屌，你福特这个什么巴拉巴拉的东西，他们不想要放掉他们的赛车权，所以最后谈判破裂，福特花了好几百万搞律师团怎样，最后无法成功收购法拉利。这个失败的原因，你可以大致把它想象成就是法拉利还想玩赛车，所以福特呢他就干了一件事，在隔没几年，他们就做出 GT40的赛车，在1966年的利曼，就是我曾经去的那个利曼的那个赛车场上面，直接包办1、2、3名，打趴法拉利，把他们打到一个法拉利跟保时捷，你已经分不出来哪一只马到底是哪一只马了。最后呢，也给大家重新认识一下福特，我们也给他这个几个定位。那个当年卖到爆炸的 Model T 呢，至今依然是影响整个世界的热门车款之一。而后面大家所知道的野马啊、F Series 啊，它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经典的车款。亨利当时在100多年前所想出的这个理念呢，这个工业创造的生产线呢，它其实完完全全的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工业生产制造，甚至影响了非常多台湾人。甚至呢，他在很早之前呢，就涉足了核能车，还有提出非常多新颖的创新的概念车。而最后这个大炮型人格呢，也造就了他成为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复杂度的工业男子。所以在很久之前呢，我读过亨利·福特的故事呢，就觉得这个男人对于汽车产业实在有太大的影响力。在许多男人心中都有许多不同的像汽车的品牌，而他呢，在历史当中也绝对造就了这个汽车工业的非凡历史。但你知道，其实还有一些你听过的品牌，它其实做的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块哦。有些人就专心做汽车，有些人同时做汽车、做飞机，还做摩托车，有些人做摩托车还做钢琴，还做电吉他，而有些人做汽车，同时做火箭哦。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奇特的品牌，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哪一些奇葩的工业故事。欢迎大家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同时你可以获得很多奇怪的优惠码之外，你也可以支持我们这个频道，做出更多有趣的工业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各位超认真的观众们，大家好！为了感谢大家长期支持我们的观众，所以我们常常在会员影片呢会放出一些折扣码，或者是会放上一些比较特殊的价格、特殊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的支持会员朋友们能够购买，或者是能够获得折扣。以前呢，我们都是使用一种团购啊，然后一段时间的限制啊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第三方的代理商，然后让他能够购买一些这个春藕断肢物的东西进来台湾，然后让观众朋友们可以购买，但是卖完都没有了，数量非常少，只是为了回馈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那如果你同时是我们频道的会员的话，你就记得要去会员频里面看。如果是会员的话，你就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去买到这些东西。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长期支持我们的会员，加入我们，谢谢大家。